为了减轻爹娘负担，我早早就进入绣房挣钱补贴家用。没想到辛辛苦苦赚的银两，都被弟弟拿去花天酒地。我归家后才发现，爹娘早已带着弟弟逃跑，花了重金才找到爹娘的线索。他们见我的第一面，竟然要和我断绝关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临近年关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归家，却发现家门被封条贴住了。奇怪，怎么被封住了？我不敢随意拆除，就站在门外叫了几声爹娘，但没有任何回应，只好无奈地坐在门口的石阶上，苦苦等待。过路的行人纷纷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时不时还指着我交头接耳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李家夫妻二人这次怕是要栽了。那李家牵扯上了一桩凶杀案，现在正被通缉呢。这是李家那大女儿吧？她爹娘早跑了，看样子没知会她一声。听着他们的讨论声，我彻底心寒了。爹娘逃亡了，我却毫不知情。难怪家门被封住了，难怪没有人回应我。可是，既然要跑，为什么不带上我呢？不怕我被官府的人抓走吗？明明我也是他们的孩子啊！想到这些年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为了减轻爹娘负担，我早早就进入绣房挣钱补贴家用。辛辛苦苦赚的银两，就是为了能够补贴家用。可没想到他们视我为负担，把我抛弃了。我紧紧握着一个木匣子，那里面放着的是我多年来存的钱。此前，我幻想着爹娘看到那些银钱后欣慰的样子，或许他们会温柔地把我揽进怀里，轻拍我的背，安慰我这些年辛苦了。可现实却狠狠扇了我一巴掌。夜幕降临，我盯着黑漆漆的道路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里。我的手脚变得冰凉，心跳也乱了方寸。片刻后，我只能凭着记忆向姨妈家的方向走去。等我走到的时候，已经是3更天了。姨妈，你知不知道我爹娘去了哪里？他们究竟犯了什么事儿？我焦急地问着，希望能从姨妈那里得到一点消息。可是姨妈却显得有些不耐烦。你爹娘让你别找他们，带上你个女子，那岂不是拖后腿？给你几两碎银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说着，姨妈便将我推了出去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那些碎银也稀稀落落散在我手边。看着紧闭的大门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自从知道爹娘逃亡的消息后，我就一直失魂落魄，在客栈里坐了一夜。我还是想不通，这些年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，学习刺绣，可弟弟每天都是游手好闲，
花钱如流水，这些我都忍了。毕竟他是男子，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但是，凭什么爹娘带着他逃亡，却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？就因为我是个女子吗？我越想越气，决定找到爹娘和弟弟的下落，当面对质，问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找到了赫赫有名的包打听方亲，他常出没于各地酒楼，消息最是灵通。我从他那里得知了弟弟李明欠债不还，和县里的大户人家贺家起了冲突。前段时间贺老爷被人发现死在了后院里，钱财也被席卷一空。最有可能行凶的便是我那好弟弟了。方亲接着道：“你也算好运，这年关将近，贺家都出去收债了，否则……”我心里一阵后怕，知道他未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。盛怒之下的贺家可不管我是不是无辜的，抓到我后还不知道会对我做些什么。我咬了咬牙：“方公子，只要你帮我找到人，要多少钱都可以。”方亲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：“你确定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确定。”好，先交一半定金。他似乎是怕我给不起钱，张口便要了一半定金。没办法，我有求于他，只能忍痛把钱给了他。3天过后，方亲就派人送信，将爹娘和弟弟的消息给了我。人已找到，在虞城。我回想起爹娘对弟弟的疼爱，以及对我的冷漠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随后拿着纸条，直奔虞城而去。根据方亲给的地址，我很快就找到了爹娘和弟弟。爹娘，我颤抖着声音，轻轻叫了一声。爹娘听到我的声音，身体明显一僵。他们转过头，满脸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”这是爹娘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，就像是一把刀子一样，狠狠地插在了我的胸口。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反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只带着弟弟逃跑，却不带上我？哪怕知会我一声都好啊！万一我被官府的人捉去怎么办？”爹娘对视了一眼，脸上闪过一抹心虚的神色。当时太仓促了，根本顾不上找你。娘红着脸解释道。爹皱着眉点头：“是啊，再说你是女子，这嫁出去了也就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，也不是多大的事儿。带着你只会拖累我们。”原来，在他们的眼里，我只是一个累赘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忙，拖累。当初问我要银钱的时候，就是乖女儿，一遇到事儿就把我甩开了是吧？”娘急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不孝女！你怎么跟爹娘说话呢？就是，你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？”爹也板起脸，
一副很嫌弃的样子。我怒视他们，毫不胆怯。也是这时，我才注意到娘身上穿的是昂贵的蜀绣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，发现她头戴金钗，脚上穿着一双精致的绣花鞋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贵气。这与记忆中那个勤俭节约的娘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娘，你这一身衣服挺贵的吧？我伸手摸了摸，冷笑道：哦，对了，你头上这只金钗也很漂亮，估计要花不少钱吧？你们带着赃款跑到这里来享福，却把亲生女儿丢在那里承受贺家的怒火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放肆！我的话音刚落，爹便厉声呵斥，一巴掌甩了过来。书都读狗肚子里了，谁教你这么说话的？娘也黑着脸，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我冷哼一声，言辞更甚，你们都不配为人父母。我说话难听又怎么了？爹气得满脸通红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我们把你养这么大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可你却不懂感恩，反而来指责我们，真是不孝。娘则是站在一旁，满脸的痛心疾首。我正欲反击，突然响起一道男声打断了我：姐姐，你就不要怪爹娘了，毕竟我是李家唯一的男丁，爹娘带着我，才算是后继有人。我的目光越过那半掩着的房门，房间里弟弟李明正横躺在竹榻上，一边逗鸟，一边吃着糕点，那样子，别提有多惬意了。他瞄了我一眼，似乎很享受这种被爹娘保护的感觉。我看着眼前三个熟悉的面孔，只觉得可悲。呵，后继有人，你们就因为这么一个不思进取的混账玩意，把我丢下不管，现在反而责怪我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我宣泄着多年来的委屈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你活该！弟弟站起身走了过来，不屑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就是被我们抛弃了，怎么样？像你这种蠢货，待在那儿等死才好。说完，弟弟大笑了起来，眼里满是得意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怎么如此恶毒？你知不知道，万一官府的人把我抓走，我会遭遇什么？弟弟戏谑地看了我一眼，爹娘不自然地移开了视线。我恍然大悟，这才明白了，爹娘为什么只带着弟弟逃走。没想过知会我一声，原来竟是打着让我去顶罪的念头。我再也忍无可忍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蠢人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爹娘，我也能活得好好的。而你，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。弟弟被我打了一巴掌，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接着直接怒了，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。
他像疯了一样，破口大骂。我没有被他的声势唬住，一脚狠狠地踢在了他的胸口上。你这个只知道吃喝嫖赌的废物！弟弟疼得满地打滚，嘴里还不忘辱骂我。爹最先反应过来，冲过来要将我拉开。逆女，你给我住手！娘也跑过来，哭着将弟弟抱在怀里。你个天杀的，竟然敢打我儿子！我饶不了你！他们三人都恶狠狠地看着我，仿佛要把我撕碎一样。我的心再也对他们没了感情，就静静站着。好啊，那就断干净好了。写封书契，我们一刀两断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娘指着我，气得直发抖。你，爹倒是果断。好，我这就写。父母很快便拟好了一份书契，并且在上面盖上了自己的手印。拿去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。爹将书契扔在地上，冷眼看着我。娘则搂着弟弟，安慰他，故意大声说着：“乖儿子，别哭了。你放心，爹娘只有你一个孩子，所有的家产都是你的。”我捡起地上的书契，大体扫了一眼，上面工整地写着：“李泽、李赵氏，于今日和李昭断绝母女、父女关系。李昭不可继承李家的所有财产，今后老死不相往来。”看着这份书契，我心里一片悲凉。这就是我的爹娘，我的亲人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谋害无辜之人，还如此轻易地就将我舍弃。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？好，我会遵守约定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瓜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回去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改了名字，随祖母姓，叫新玉。李昭这个名字，在他们签字画押的那一刻，便再也不复存在。从此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我将他们的行踪匿名透露给了官府，但他们早就搬走了。这次就连方亲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，我只好放弃。之后，我拿出自己多年攒下的银钱，开了一间丝绸作坊。由于我多年累积的精美手艺，生意火爆，因此作坊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，而我也赚得盆满钵满，还买了一座宅子，将其中2个房间打通，作为自己的闺房。躺在宽敞的床上，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只觉得恍如在梦中。以前，爹娘和弟弟都有自己的卧房，而我只能住在柴房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里。如今，我用自己赚的银钱实现了幼时的梦想。1年后，作坊规模逐渐扩大，我也成了县上有名的丝绸商人。可我越是有名，
是非也越是多。一开始只是有些流言蜚语，说我为了家产，将父母和弟弟都赶出了家门。本来我没有理会，毕竟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但慢慢的也不知道是谁，竟然把我爹娘写的那份书契的内容给传了出去。一时间，整个县上的人都开始骂我不孝。哎呀，这个新老板可真不是个东西呀！嗨，依我看呐，肯定是他在家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他爹娘才不得不和他断绝关系。有道理，要是换作是我，就算再生气，也舍不得写这样的书契呀。我走在街上，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意识到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而且这个人一定是熟悉我的人，否则不会对我的事了解得那么清楚。终于让我给找到了，竟然是我以前在绣坊认识的好友陈烟。陈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直接质问他。心玉，你在说什么？陈烟的眼神有些躲闪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你为什么要散播谣言，还要把我爹娘的书契内容公之于众？我死死地盯着他，不放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。陈烟见瞒不过去，只能承认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本来是想替你出气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陈烟说着，眼眶微微泛红，他低着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我念着与他的旧情，看他确实诚心道歉，也就不打算追究到底，只是要求他向我道歉。他现在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。但我没想到，此次我的大度，却把自己害了个不轻。绣坊老板担心我因此不再和他们合作，主动要求给我一个交代。绣坊老板不仅让陈烟当众给我道歉，还要求他离开绣坊，以后不得在此做工。陈烟的爹娘也在绣坊做工，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担心自己会被连累，便带着他到我面前下跪求情。看着跪在地上的陈烟，以及他苦苦哀求的父母，我最终还是心软了。毕竟他的父母是无辜的，年纪也大了，不能再失去这份活计。好吧，我原谅陈烟了，我会去找绣坊老板谈的。谢谢，谢谢。陈烟的父母对我千恩万谢，而陈烟却始终冷着一张脸。我皱起眉头，有些不爽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。是，您大人有大量。陈烟的爹娘连连点头，而他依旧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陈烟的娘见状，使劲掐了一把他的腰，把陈烟痛得眼泪直流后，才按着他的头讨好地看着我。
我自然看到了陈烟他娘的小动作，但没放在心上。只是不知道陈烟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。不过，我已经给了他一次机会，他若是再犯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此事之后，我便渐渐和他断了往来。本以为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，可没想到流言却愈发汹涌，但却不是针对我的。那李家的李兆氏和李泽带着儿子跑路了。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，要我看啊，那李家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是他们要真的爱惜女儿，就不会把她一个人丢下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要我看，李家的就是觉得女儿是赔钱货，所以才不带她的。甚至还有人把我爹娘当初的所作所为说得有鼻子有眼。一时间，舆论往我这边倒，众人开始为我打抱不平。这件事越传越远，甚至传到了我爹娘的耳朵里。2个月后，我收到了爹娘写给我的信。我们都已经和你断绝关系了，你就不要再纠缠我们了。要是把我们惹急了，小心我们找人弄死你。看着信，我心里一阵寒。我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，难道在他们眼里，我就那么一文不值吗？甚至，他们还想弄死我。我苦笑着，将这封信烧了个干净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麻烦又找上了门。几天后，我正在作坊里忙着进货的事情，姨妈和伯父突然闯了进来。心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姨妈掐着腰，一副泼妇骂街的样子。作坊里的长工们见状，纷纷躲到了一旁，生怕会殃及池鱼。什么事？我走出去，有点不解，但看这架势，显然是来找麻烦的。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散布谣言，毁了你父母的名誉，你还有点良心吗？姨妈掐着腰，唾沫星子喷了1米远。我不解地看着她。谣言？什么谣言？你别装傻。要不是你到处乱说，你爹娘怎么会被大家骂？我顿时明白了，眼神一冷。呵，他们自己做的亏心事，还怕别人说吗？你少废话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把事情说清楚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姨妈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，我听着她理直气壮的指责，怒火中烧。我娘生了我，却不管我，把我丢给了祖母。我从小就在祖母身边长大，他们除了生了我，还给过我什么？连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娘都不愿意喂我一口奶，把我饿得哇哇直哭。我祖母年迈，为了照顾我，每天都忙得团团转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在哪里？在我1岁的时候，他们就把我丢给祖母，说想要个男孩，然后就一去不返了，直到祖母去世。
他们才把我接回去。我为了能补贴家用，早早的就去绣房做活，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，累得要死要活。我越说越激动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周围的人也纷纷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姨妈撇撇嘴，显然不吃我这套，还是一副尖酸刻薄的模样。那又如何？你就是个女子，就算再厉害，以后总是要给别人家生孩子的，挣那么多银钱，还不是便宜了别人？听到这话，我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了。我冷眼盯着他。我现在挣多少银钱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，同样也跟你没关系。你再不走，小心我不客气。姨妈哑口无言，只是一直指着我，气得身体发抖。我刚准备回宅子，一旁的伯父又开始帮腔了，俨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心玉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大姑娘家的，天天在外面做生意，像什么话？还不如老老实实找个人嫁了，回去给你爹娘跪下认错，好好伺候他们。我一听这话，顿时感觉一阵好笑。伯父，去年你在酒楼里喝多了，对着人家墙壁撒尿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伯父老脸一红，支支吾吾的连忙否认。我嘴角带着一丝玩味，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如此没皮没脸？你个老东西，本来没空搭理你，现在你却自己撞上来当靶子，难道你忘了？人家要你跪下道歉，你们家没一个人愿意帮你，还是我赔了人家30个铜板，才把你弄回来的吗？我直接火力全开，不给他留一丝脸面。我当时喝醉了，我能知道什么？人非圣人，孰能无过？伯父的脸通红，不断瞟着周围，努力为自己找补。我冷笑一声，你平时在家里拽拽酸词也就算了，何必出来乱吠？他气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你这个畜生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后人。我越来越不耐烦，跟他们这一群人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于是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叫了几个帮工把他们赶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县上的风向又变了，都说我是白眼狼，侵吞家产，殴打弟弟，还把爹娘赶了出去，甚至连姨妈和伯父也都出来作证。这个心玉简直就是个畜生，他爹娘对他那么好，他却因为贪图钱财，把人家赶出去。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他那个可怜的弟弟肯定要被他打死了。他以后迟早是要嫁人的，到时候他弟弟才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我不知道爹娘到底给了姨妈和伯父什么好处，竟然能让他们如此颠倒黑白来污蔑我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
这个新老板平时看起来挺和善的，没想到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依我看啊，他上次说什么他被爹娘抛弃了，也都是骗人的。对呀，父母怎么可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呢？就算是不要，肯定也是这个孩子有问题。来买东西的客人也都时不时地用鄙夷的眼神看我。日落西山，我在回家的途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心玉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害怕呀？你不是很能耐吗？现在怎么成过街老鼠了？陈烟掐着腰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是你搞的鬼！我咬着牙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现在轮到你求我了。陈烟得意地笑着，无疑是已经承认了。这才刚刚开始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将陈烟的脑袋按在了旁边的河沟里。啊！救命！他拼命地挣扎着，想要挣脱我的魔爪。我抓起他的头发，恶狠狠地说道：我记得我警告过你，这是你自找的。陈烟的身体瘫软了下来，他坐在地上，含泪瞪着我，仿佛要将我千刀万剐。心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随时奉陪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便走。可没想到，第二天，陈烟就去报了官。他状告我毒打了他。一大早，我便被几个衙役带到了衙门。大人，就是他，他打了我，还想杀我。陈烟指着我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心玉，你可知罪？县令大人一拍惊堂木，厉声问道：大人，民女不知。我恭敬地答道。陈烟指着自己的脸，委屈巴巴地哭喊着：大人，您看我这脸上的伤，就是他打的。县令大人一拍惊堂木，喝道：心玉，臣氏所言是否属实？我毫不畏惧，知道县令大人还算清明，于是正色反问：大人，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打的？大人，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陈烟突然插话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口咬定就是我打了他。好了，本官自有决断。县令大人一脸严肃。心玉，陈烟状告你无故打人，他脸上确实也有伤，可你们都没有人证物证，那你们是否愿意和解？我和陈烟立马异口同声：不和解。县令大人皱起眉头，果断道：那就去请状师替自己辩护，明日再审。刚出衙门，我便立刻去酒楼找到了方钦。新姑娘，这状师不好找啊。方钦有些为难，不停地打着哈欠，斜睨了我一眼。我刚想说，只要肯帮忙，就给他双倍的价钱。
但一想到方钦平时趁火打劫的行为，就把这句话咽了下去。多劳赵公子费心了，事成之后定有重谢。方钦满意的笑了笑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放心，等我找到壮师，就带他过来。”我松了口气，弯腰向他拱了拱手，但头发突然被人扯住。啊！我头皮一阵剧痛，忍不住惨叫出声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欺负我的女儿！我饶不了你！”我抬头一看，对上一张狰狞的面孔，是陈嫣她娘。她双目猩红，咬牙切齿，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原来陈嫣和她娘自我出衙门就一直跟在我身后。你放开我！我疼得眼泪直流，挣扎着想要脱离他的魔爪。陈母却死死地揪着我的头发，无论我怎么挣扎，都不肯松手。我下意识想要用腿踢他，但一旁的陈嫣拦住了。他神色慌张，动作也犹犹豫豫。方钦见状，急忙冲了过来拉开他。周围有客人也立马上前帮忙。头发被松开后，我伸手一摸，头皮湿润润的，拿到面前一看，已经出血了。陈母叉着腰，指着我：“上次给你下跪磕头还不够吗？你还要我们怎样？拿命来偿吗？”陈嫣在一旁眼神有些闪躲，支支吾吾的附和：“是啊，你别逼我们。”周围瞬间围过来了一圈看热闹的人，甚至还有人直接坐了下来，点了一盘瓜果，边吃边盯着我们。陈嫣脸色立马变得难看起来，偷偷扯了扯他娘的衣裳，小声劝道：“娘，要不咱先回去吧，明天就有结果了。”陈母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，突然坐到地上，一拍大腿，扯着嗓子喊：“没天理呀！就会欺负咱老百姓，伤了人还不承认！我可怜的女儿哦，不知道会不会毁容。那么大笔药材费！”陈嫣吓了一跳，连忙上前去扶他，可却被他死死搂住，反而倒在了地上。我摸了摸生疼的头皮，冷眼看着他们做戏，说那么多也只有最后一句是重点。真好，还为我省了请壮士的花销。我根本没搭理两人，直接转身回了衙门，请出县令大人。大人，民女要状告陈嫣母女故意殴打民女，证据是我头上的血迹，证人就是酒楼的跑堂、掌柜和所有客人。县令大人都惊住了，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，立马派人去求证，还把陈嫣母女带了回来。过了片刻，我的头被请来的大夫包扎好了，县令大人也从师爷那儿弄清楚了来龙去脉。他重重地拍了下桌子，满脸怒容地瞪着陈嫣母女：“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当街打人，可真行啊！
下次是不是还想打我？陈母吓得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。哪儿还有在酒楼里的威风？而陈烟则是咬了咬牙，连声说不敢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且心玉头部出血严重，那这案子就结了。你们母女2人赔偿5两银子，各吃11。大人，冤枉啊，大人！陈母一听，连忙磕头告罪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，明明只是想要点钱而已。陈烟也慌了，脱口而出：“我也有证人。”一说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可开弓的箭没有回头的路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“就是宋二牛。他那天正好经过，亲眼看到心玉殴打我，还差点杀了我。”县令大人眯起眼睛，有些狐疑，但还是派人将宋二牛带了过来。宋二牛将那天的事如实招来，若有假话，看我这衙役的刀是否锋利。两旁的衙役们配合地抽出了刀，吓得宋二牛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战战兢兢地颤声回答：“是。回大人，小人确实见到新老板殴打陈姑娘，还将她按进了河沟，似乎想要淹死她。我心一沉，难不成他真的看到了？可我当时注意过四周，并没有什么过路人。何时？有时？问话还在继续。宋二牛虽然浑身发抖，可对答如流，局势也开始往不利我的方向发展。陈烟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只觉得厌烦。且慢，大人。有时宋二牛可正在赌方输钱呢。门外旁观的方钦突然开口，我心中猛地一跳，机会来了。可有此事？县令大人看着宋二牛问道。宋二牛明显一愣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可能是小人记错时间了，是虚实。”一旁的陈烟惊得快要跳起来了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大人，我是有时到家的，周围街坊邻居都可作证。县令见状，一拍惊堂木，厉声道：“来人，将这满口胡话之人拖下去，杖30。”宋二牛慌了，急切道：“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是陈烟让我这么说的。”看着陈烟突然苍白的脸，我知道自己赢了，但这种环环相扣的陷害算计，可不像是他能想得出来的。何况我和他也没多大过节。县令大人显然也有些疑惑，在拷问之下，陈烟哭着将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。原来他和李明早就在集市上认识，李明看他长得貌美，便主动上前和他搭讪，一来二去的，两个人便熟络了起来。前些天，李明给他写了一封信，答应事成之后会给他10两银子作为报酬。陈烟见钱眼开，
便答应了李明的请求。他本以为我势单力薄，在衙役面前说不清楚，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可没想到，他娘见钱眼开，直接让他陷入了被动。他的计划被彻底打乱。县令派人去他家搜查了一番，果然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一封信。信的落款人正是我弟弟李明。心玉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听信李明的话，不该诬陷你，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陈嫣西行着靠近我，哭着拉住我的手，不断祈求我的原谅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只给了他一个冰冷的眼神。凡是做过的事，都要付出代价。你今天能为了10两银子诬陷我，明天就能为了20两、30两去诬陷别人。你这样的人，不值得同情。说完这些话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陈嫣把李明的藏身之地给供了出来。几天后，他就被官兵抓了起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娘才来找我，哭着向我道歉，求我原谅李明，别让他坐牢。闺女，吃个梨吧，娘特意给你买的。娘将一个梨胡乱塞到我的手里，满脸期待地看着我，希望我能回心转意。真是好笑，直到现在了，还不舍得在我身上多花1分钱。何况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吃的就是梨，因为吃上一口，我的手腕上就会起满红疙瘩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你记错了，最爱吃梨的是李明。我吃了会起疙瘩，你知道吗？娘脸色瞬间变了，连忙拉住我的手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闺女，你就饶过你弟弟这一次吧，你打他骂他都可以，就是千万别送他进去啊！爹也满脸焦急，苦苦哀求我：闺女，你就帮帮你弟弟吧。这些天他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再这样下去，他会死的。我只是冷哼了一声。他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。陈家母女和李明都被抓了起来，关进了大牢。爹和娘为了李明花了很多银子，疏通了很久的关系，但在贺家的打压下都徒劳无功。等李明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瘦骨嶙峋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，一只手还被打断了，精神都有些不正常，也不知道他在里面经历了什么。此后，爹和娘为了养他，一把年纪还出去劳作。县上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事情，根本没人愿意雇他们，他们只能去干苦力活，劳累之下得了一身病。他们经常来找我，向我认错，说不应该那样对我。现在他们遭到报应了，希望我能原谅他们，但我只觉得可笑，对他们的忏悔嗤之以鼻，因为我十分清楚，他们是怕以后没人给他们养老送终。
也怕再也过不上富贵日子。不过，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这件事结束后，我便彻底放下了过往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我用这些年赚的银子，投资了一家书院，专门收那些上不起学堂的孩子。我的书院一开，便有很多贫苦人家的孩子前来报名。看着这些学生，我心里充满了满足感，觉得自己付出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在书院的墙上挂了一幅字画，上面写着“邪不胜正”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